大家好，我是罗伯特。今天继续说虚假言论。先抛出我的观点，请淡定对待负评。华夏传统有个坏习惯，叫求全责备，不能有一点负评。所以孔老二才有粉饰历史的春秋笔法。也能理解，在华夏，只要你有负评，就会引发怀疑。莫须有逻辑下，怀疑就等同于事实。疑罪从有原则下，负评等同于死亡。既然不能有负评，不管这负评是真相或谎言，必须通通掐死。言论自由在华夏是不存在的。这也是为什么华人听不得被说不好，不管说的对不对，只要说人不好，人家一定会跳起来的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咱们华夏传统是莫须有和疑罪从有。被人说不好，意味着你可能要完蛋了。负评意味着生死。这种恐惧已经深入华人族群潜意识。有人说这是玻璃心，其实也不算了。在这种负评等同死亡的氛围里，都会说不得的。所以，玻璃心是一种潜意识的自我防御。华人就是这么说不得，说不是，在华人潜意识里意味着严重攻击。没有言论自由就是这样子了，不会有负评，被敢负评的都弄死。没有疑罪从无，负评就意味着你有罪，然后你就要完蛋了。孔老二杀邵正卯怎么玩的？感兴趣的可以去分析一下。孔老二亲自负评，亲自判罪，当官7天就诛杀了邵正卯，并曝尸3日。我能理解华人的玻璃心，我能理解华人为什么说不得。因为我们华夏的传统就是莫须有，我们华夏的传统就是疑罪从有，我们华夏的传统文化、传统思想、传统逻辑就是这么烂。大家可以静心思考一下，是不是我说的这样子？有人把我反传统等同于反华，但是难道这些华夏传统不应该被反对吗？中华民国是民主的，中华民国是自由的，中华民国不是华夏传统，中华民国有言论自由。再强调一次，
中华民国不是华夏传统，那么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，又会是怎么样的呢？虚假言论还是会存在的，谎言和谣言会甚嚣尘上，因为言论自由嘛，有人要说你不是，是他们的权利，说错话，说假话，说谎话是不可避免的。而在奉行言论自由的原则下，这些错话、假话、谎话一定会出现并传播的，这是言论自由状态下的正常现象。造谣是每个人的言论自由权利，也就是说，每个人大概率都可能会被负评的，没负评才是不正常的。既然负评一定存在，不管是事实还是造谣，每个人都会被说不是。你知名度越高，负评也会非常多的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对待负评呢？我认为我们没必要用华人传统的那种说不得的玻璃心防御机制的，应该学会淡定。首先，上一期讲了疑罪从无的原则，为什么要讲疑罪从无呢？就是要解除言论攻击和物理攻击的联动性。疑罪从无原则下，言论攻击不会引致物理攻击的情况下，别人喷喷口水，伤害值几乎是零的，负评又不能拿来当作定罪的证据。其次，负评在言论自由原则之下是必然的存在，你被造谣诽谤是大概率的，你知名度越高，收获的负评大概率是和好评持平的，这是自然概率分布。你如果特别纠结这些谣言诽谤的话，你可能会去起诉打官司，得花多少时间呢？得花多少经费呢？当然，你想去司法起诉也是你的权利和自由，但是可能就要花费你很多时间和精力了，我个人觉得比较浪费了。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，疑罪从无，负评虽然恶心人，不过伤害值不大，与其纠结气愤，不如淡定点。造谣诽谤是言论自由的副产物，坚持言论自由，必然就会存在造谣诽谤这些事情，但是无需纠结，起诉也好，忽视也罢，切勿生气。好了，今天解决了民生攻击、名誉攻击的问题，
不要为名声所累，不要为名誉所累。今天就这样子，明天见。